是李冰冰翻白眼，不许谢霆锋接触。这个嫁了假豪门的全智贤真的是越扒越有了。在全智贤这次新剧暴风圈塌房之前，她还是亚洲的国民初恋，是星你中那个国民女神千颂伊。在公众的认知里啊，她拥有着完美的人生剧本，事业上是无可撼动的顶级女星，这生活上呢嫁入了豪门，与青梅竹马的丈夫恩爱多年，活成了现实版的爱情童话。然而呢，随着越来越多的黑料被扒出啊，人们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我们或许啊都被那个叫做千颂伊的角色滤镜给骗了太久。早年她和李冰冰一起宣传这个电影《雪花秘扇》，那场面简直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心计啊！李冰冰在台上认真的讲述自己当选这个女主角的经过，结果旁边全智贤一会儿翻白眼，一会儿撇撇嘴，那满脸的不屑，简直比她演的戏还要精彩。当俩人合影的时候，更是势利到让人无语啊！明明李冰冰是主扛票房的一番大女主，全智贤却是宁愿梗着脖子，也要在气势上压人家一头。那股子老娘才是全场唯一的女王的劲儿啊，简直不要太明显了。如果说这只是女人之间的小九九，那她对谢霆锋的操作就堪称是骑士级别的霸道了。当年星你爆火之后，全智贤和这个谢霆锋合作拍了一个高跟鞋的广告，本来呢应该是男神女神天雷勾地火的场面，结果拍出来的效果尬到能够扣出31听了。咱说，据港媒爆料啊，在拍摄现场，这个全智贤提出了3条堪称是霸王条款的无理要求。这拍摄场地啊，必须是要在韩国啊，且必须是用他自己的专属团队。谢霆锋呢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啊，身上的手机啊、相机必须全部没收，任何人不准私自拍照，更不准与他合影。在拍摄过程中，谢霆锋必须与他保持至少是1米的身体距离。这哪是拍广告呀，这简直就是签了个不平等条约。咱说真的，名气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当成国际巨星了。这耍大牌呢还是开胃菜啊？在捞金这件事上，钱姐的操作啊，更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和金秀贤当年一起代言了中国的恒大冰泉啊，据说代言费高达每年600万。结果呢，因为广告上把水源地标注为中国长白山，那韩国网友就不干了，因为韩国人一直把长白山称作他们的白头山。这恒大的这个标注啊，在他们看来就是想偷走他们的山，这是一闹大，那全智贤和金秀贤立刻就光速宣布单方面解约。其经纪公司呢还发表了一份极其敷衍的声明，辩解啊称这个签约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水源的问题，试图是将锅是甩得一干二净，一边拿着中国企业的天价代言费，一边呢又为了迎合本国舆论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吃相难看的双面人行为啊，让他的女神滤镜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碎裂。这事业上的争议不断啊，而他那个被誉为是小说剧的豪门婚姻，如今啊也是扒的是啼哭不声。曾经所有人都以为全智贤嫁的是爱情，更是豪门。她的丈夫崔晋赫呢，不仅长得帅，家里呢还是韩国有名的财阀，堪称是姐夫界的清流。可是最近啊，崔晋赫做生意呢，暴亏150亿韩元的新闻呀，却意外的把他家那所谓的豪门底裤啊给发了个底朝天。原来这个崔晋赫的爸爸是经营了一家钢铁厂啊，这每年营收20多亿韩元，确实是有钱，但是离那种顶级财阀呢还差着10万8千里呢。咱说句不好听的，光看这个资产啊，全智贤自己啊都比他那个婆家更接近豪门。不过呢，这崔家开厂的水平虽然说一般，但是在培养儿子这门技术上，那绝对是一流。崔家大儿子呢娶了新加坡排名前10的富豪千金，在妻子的助力之下呢，从一个普通的白领一跃成为了东盟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这个执行董事。而他家二儿子崔晋赫呢，更是青出于蓝啊，他直接把全智贤这位国民财神爷给娶回了家。当年那场世纪婚礼，全智贤穿着6000万韩元的婚纱，带着12亿韩元的珠宝，在1200万韩元一晚的酒店里风光大嫁。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啊是男方家准备的，但是扒到最后才发现，这些竟然全都是全智贤自己掏的腰包。就连他们那个价值26亿的爱巢，全智贤呢也承担了2/3的购房款。说白了啊，这哪是高攀豪门呀，这分明就是全智贤带着自己的巨额身家自费嫁给了崔晋赫，上演了一出史诗级的扶贫。因为千颂伊这个角色滤镜呢，大家总是去合理化她一切的行为。她在镜头前不苟言笑，我们说呢这是女神范儿啊，是千颂伊式的气场。她在采访中言辞犀利，我们说呢这是真性情，是千颂伊式的坦率。我们爱上了千颂伊，便也无条件的爱上了扮演她的全智贤。而呢，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角色是角色，而人性是人性。当全智贤走下荧幕，在现实世界中啊展现出了千颂伊式的高傲和霸道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啊，那背后可能并没有一个纯真善良的内核来为之兜底。